日本北海道札幌，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一间无水、无电、无燃气的公寓地板上，一对姐妹已死去很久。是什么原因导致姐妹之死？背后又有哪些隐情？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莫看见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大家听没听过孤独死这个词？它是指在外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人孤独的死去，遗体很长时间后才被外人发现。提到孤独死，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独居的老人，他们最容易成为孤独死的受害者。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起日本年轻两姐妹的悲剧。札幌市是日本北海道最大的城市，拥有200多万的人口，在日本可以排到第5。北海道作为日本的最北端，一直是日本乃至世界一览北国风光的好去处。这里天气寒冷，每年有近9个月都会降雪。今天的案件就发生在这里。2012年，札幌的冬天又是一个寒冷的严冬。在1月20号这一天，札幌市报警中心接到了一起报警电话。报警人是札幌白石区东札幌5条6丁目一个公寓的管理员。他称上个月中旬起就无法联系到一个租住在他们公寓的租户。长时间收租无果后，管理员进入到了这间公寓，却意外地发现2名女租客已死在了公寓之中，所以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赶往现场，在寒冷昏暗的房间内见到了2名死者。管理员告知警方，这间公寓因为长时间没有缴费，已经被断水、断电、断煤气好长时间了。而在房间内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死去的是2姐妹。姐姐名叫佐野胡墨之，42岁，身上叠穿了好几件外套，面目朝下的趴在地上，整个脸部扭曲的厉害。妹妹佐野惠40岁，穿着睡衣，盖着被子，蜷缩在床上，身形十分的消瘦。整个公寓内一点食物都没有。法医对2位死者进行鉴定，姐姐胡墨之死亡时间约为2到4周之前，死因为急性脑出血，因为突然昏厥摔倒导致下巴脱臼，这也是姐姐被发现时面部扭曲的原因。而妹妹小惠身高1.58米，发现时体重仅36公斤，身上没有任何伤痕，胃内没有任何食物，身体极度营养不良。法医鉴定其死因为冻死，死亡时间约为1至2周前。也就是姐姐胡墨之意外死在了公寓之后，小惠与她的尸体共处一室多日后，也在痛苦中死去。随后，警方根据法医提供的报告，考虑姐妹2人都没有被伤害的痕迹，随即以意外死亡结束了调查。2姐妹的死就这样毫无波澜地结束了。虽然案情在平静中落幕，但一位记者在案发后对此案非常的关注。面对警方的快速结案，记者却有着许多的疑问。为什么姐姐意外死在了公寓中，妹妹没有报警，并且就这么待在公寓中陪伴着死去的姐姐，直到饥寒交迫下被冻死？记者认为案件并没有这么简单，随后对2姐妹展开了详细的调查，揭开了2姐妹的悲惨人生，更是揭露了日本福利保障制度到底有多么的无情。记者调查后发现，姐妹2人并不是札幌本地人。姐姐出生在北海道中部的小城赤平市，在1960年前，这里曾依靠煤炭能源行业非常繁荣。可是自70年代各煤矿相继停产，人们陆续搬到了其他城市，赤平人口也从最初的6万到现在的仅剩1万人。胡墨之和小惠的父亲就是赤平煤矿的工人，一家4口就靠父亲在煤矿工作维持生计。矿工虽然辛苦，但收入还算不错。小时候的姐妹2人生活还过得去，可就在姐姐胡墨之还在上初中时，父亲就因为患癌不幸去世了。没过几年，妈妈也离开了人世，姐妹2人只得相依为命。没有了父母，他们只能借宿在叔叔家，因为小惠从小就有智力障碍，始终需要照顾。姐姐胡墨之高中一毕业就选择不再上学，开始工作。她在唱片店当起了服务人员。等到工作稳定了一些，胡墨之租了房子，就把妹妹小惠接到一起共同生活。2姐妹的感情很好。胡墨之在唱片店的工作收入虽然不高，不过轻松又稳定，让她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妹妹。等小惠年纪稍大一些后，进入了专门为残疾人举办的培训学校，学习基本的谋生技能。后来在距离赤平约15公里的陇川市找到了洗衣店包吃包住的工作。姐妹在失去父母后也算步入了正轨，可好景不长，胡墨之工作的唱片店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倒闭了。失业的胡墨之试了很久，也没有在小城找到新的工作。既然妹妹有了容身之所，胡墨之就决定前往北海道最大的城市札幌谋生。
那是2004年，胡墨芝35岁，小慧33岁。来到札幌不久，胡墨芝就找到了一份服装销售的工作，并通过努力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在札幌站稳了脚跟。这下生活应该欣欣向荣了吧？可一个电话又让平静的生活再起波澜。2007年的一天，妹妹的同事打来电话说，这段时间小慧做了一个小手术，术后就在工厂的宿舍恢复身体。虽然她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却患上了严重的社交恐惧症，不敢出门，也不愿意与他人交流，就更不用提上班的事儿了。一天，同事在宿舍发现了很多天没出门，已经断粮、几乎昏厥的小慧后，觉得小慧现在的情况如果还在厂里，肯定会出问题的，急忙通知她唯一的亲人胡墨芝。就这样，胡墨芝只好把状况变差的妹妹从陇川接到了札幌，姐妹二人再次过上相依为命的日子。一转眼又是2年过去了。2019年，40岁的姐姐胡墨芝因头痛和眩晕症去医院看病，被诊断为脑血管疾病，动了手术。虚弱的胡墨芝辞去了工作，靠着之前的积蓄生活。这下原本就拮据的姐妹二人一下就断了收入的来源。为了生活，胡墨芝试着去找工作，但身体还没恢复的她，连一些最基础的工作都做不好。时间来到了2010年的6月1日，没有收入、走投无路的胡墨芝来到了当地政府寻求帮助。按照日本的法律，胡墨芝和小慧的现实情况，政府可以提供每月15万日元的救济金，直到两姐妹找到工作，可以自力更生为止。当日，胡墨芝向工作人员表达了自己身体不好，无法继续工作，希望能了解政府可以提供的扶持和救助的计划，但咨询没有得到结果。2011年4月1日，胡墨芝第2次来到了有关部门，希望申请救济金。这时的姐妹手中一点钱都没有了，唯一的进账只有妹妹每月领取的残障补贴，只有区6万日元。而姐妹2人租住的公寓租金就要5万日元，剩下的钱根本就活不下去。工作人员在了解到姐妹的情况后，依旧没有帮助其申请救济福利，仅仅是给了胡墨芝7天分量的应急罐头。2011年6月30日，胡墨芝第3次来到了有关部门，因为自己的保险没钱缴纳被停掉。胡墨芝此时已经没法看病了，丧失劳动力的自己和智障的妹妹真的已经山穷水尽了，可她依旧没有得到救济金申请。随后，2011年10月30日，公寓的燃气长期未缴费被停掉。12月15日，公寓租金到期，姐妹2个无力缴纳。12月20日，因为没有保险，无法看医生拿药的胡墨芝，在家中突然脑血管爆裂，晕倒在家里。警方在公寓中曾找到胡墨芝的手机，在12月20号这一天晚上，曾拨出3个电话，都是胡乱的数字。记者猜测，很有可能是妹妹小慧见姐姐倒地，拿起姐姐的手机想要拨打急救电话。可是，一来她不知道胡墨芝的手机因欠费太久已被停机了，二来智力障碍的她想不起急救电话的号码，于是先后拨打了3次错误号码，在手机上留下了最后的拨出记录。而不敢出门且有智力障碍的妹妹，慢慢的冻死在了姐姐的身边。甚是悲惨的两姐妹就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人世。根据时间线，姐姐先后3次前往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我们不禁要问，都已经如此困难了，为什么还会次次碰壁，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都得不到呢？胡墨芝姐妹2人的生活情况是符合日本最低生活保障的条件的，但胡墨芝3次前往相关部门都没有提交救济金申请。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面对记者采访时说，胡墨芝每次前来时，自己都详细介绍了申请条件，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胡墨芝都未进一步提供材料。工作人员也不清楚原因所在，也觉得很惋惜。但工作人员看似诚恳的解释，记者却并不信服。随后，记者又辗转找到了该部门的一位退休员工，事情的真相才得以被揭发。正常情况，救助申请流程是申请者向政府递交书面申请及相关材料，经审批合格的申请者可以领到政府的救济金。而当时有关部门在流程中增加了申请者在递交材料前需要与工作人员面谈的步骤。有了面谈环节之后，申请表则被收了起来。只有申请人与工作人员谈话并主动索要申请表后，才可能拿到表格。如果申请人对此并不了解，或者不好意思要
表格，工作人员绝对不会提供申请表。这样一来，是否提交申请的主动权由申请人转移到了工作人员，而胡墨之与工作人员的3次交流中都未从其手中拿到申请表，自然就没办法领到救济金。换句话说，工作人员看似每次都是耐心解释、好心安慰，却从未想过真正的帮助他。胡墨之每次走投无路前来求助，都是碰了软钉子。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记者在进一步调查后得知，札幌市财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012年，政府发布的生活保护费用占财政总收入的15%。政府担心，如果救济金费用继续增加，势必将威胁到地方的其他支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务员得到的指示是务必控制申领生活保障费用的人员数量。于是，相关的工作人员在申请者提交申请前，增加了与工作人员面谈的流程。在面谈中，工作人员会使用话术或者夸大申请的难度，来阻止一些老实本分的市民申请，才最终酿成了2姐妹该救不救的悲剧。事件被揭发，在遭到广泛的质疑后，当地仅仅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承认工作人员在生活保障申请的处理方面有待改进，可没人为胡墨之和小辉的死负责。贫穷真就像溺水一样，再怎么挣扎，靠自己的力量也做不了什么。作为世界的第3大经济体，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在前列的日本，发生这样的案件真的难以理解。也许类似的情况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有太多的人，即使命运再悲惨，真的需要伸出援手，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人如蝼蚁，有谁来怜？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